是收保护费吗？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帆，欢迎回到我的频道。苹果的 M1 芯片出来之后，其强劲的性能一直是有目共睹的，而市场上对于 M1 芯片的评价更是络绎不绝。在如此优秀的 MacBook 的基础上，还有啥可以改进的呢？啥也不多说了，在这个马上可能会发布新的 MacBook 的9月份发布会，赶紧送上我对于下一代 MacBook 的期待吧。第一点就是屏幕升级，从原来的 LED 显示屏幕可以进化到更加省电的 OLED 屏幕。如果没有 OLED 屏幕的话，至少是 Mini LED 屏幕也行啊。因为屏幕的升级其实也一直是很多其他果粉们一直想要 MacBook 去做到的一个升级。虽然现在 MacBook 的屏幕对于其他的笔记本以及大多数的电脑来说，显示素质已经非常高了，支持的 P3 广色域完全可以用来当做非常专业的显示屏来使用了。但是当 iPhone 已经用上了好几代的 OLED 屏幕的时候， iPad 的显示屏幕也在逐渐往着这种更加省电的方向去靠拢的时候，而 Mini LED 或者是 OLED 的显示屏幕，其实在保证着显示效果的前提下，是有着更加省电的特性的。我有一期视频有专门聊过 Mini LED 这个屏幕，你们可以点上去看一看哦。也就是说，如果升级 MacBook 的屏幕的话，也就可以在此 M1 芯片的 MacBook 有着如此巨量的电力续航的情况下，还能再提升一个层次的续航水平了。那苹果可就是在 MacBook 的续航这一块，可就是真的是所谓做到了极致呀。而且在现在显示互动产业不断进步的今天，各大屏幕制造商都在不断的布局 Mini OLED 市场的前提下，相信苹果在不久的将来将全部系列设备都用上更好的屏幕，应该也是一件大概率的事情了。第二点，我希望它的屏占比可以提高，也就是可以在同样的尺寸上显示更大的显示面积。而之前也一直在流传的消息是，苹果现在已经更换了 MacBook 的生产线上的模具了，也就是说之后的 MacBook 其实在外观上也会有一些不一样。而且我觉得都要2021年之后了，让笔记本屏幕拥有更高的屏占比并不是一件什么难事儿吧。而市面上流传的消息是有关14寸的 MacBook， 都已经喊了这么久了，我觉得可能下一代的 MacBook 可能就能用得上了吧。毕竟从15寸的笔记本过渡到16寸是那么的自然流畅。第三点，4个雷电3接口。因为我知道这一代的 MacBook 之所以只有2个雷电3的接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雷电3接口的传输协议是掌握在英特尔手里的，而英特尔这几年在处理器上面的提升是如此的拉胯，但是他们又不能看着自己手中的王牌为别人做到如虎添翼，所以苹果在应用起这些接口的时候是存在着一些阻力的。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 M1 芯片的 MacBook 在使用起雷电3接口的时候，兼容性问题上其实都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不能一次性连接多台显示器设备等等。但是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苹果是一定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毕竟这真的不是一个什么大的问题。英特尔版本的 MacBook 也就还能再蹦跶那么几年，苹果自研的芯片也必将全面取代英特尔的芯片，这只是个时间问题罢了。而对于英特尔这样的公司的话，如果我是投资者，我也会果断的不投资英特尔的。而这里之后我也许会再重新做一期关于英特尔这家公司的投资分析视频，你们可以关注一下。而真的到了苹果芯片全面取代英特尔芯片的时候，那么英特尔还一直犟着雷电3的接口协议，那还有个什么意思吗？是收保护费吗？所以还是希望该授权的还是得授权。虽然现在已经进化到了雷电4的协议了，但是很明显市面上对于雷电3的浸润程度都是远远不够的呢。很明显这又是一个技术过度迭代的一个产品，而且现在雷电3的使用是完全可以满足日常的工作需求的，距离升级到下一代的雷电4都还有很长的一段需求距离呢。好了，第4点，我希望可以支持更高的运行内存。可能这也是苹果这次 M1 芯片设计的太过着急了，并没有支持到更高的运行内存。现在的规格虽然最高只有16GB， 虽然8GB 我使用起来也已经绰绰有余了，我使用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遇到过卡顿的情况，但是我还是希望之后的 M1 芯片可以支持更多核心的 CPU 以及更高的运行内存。我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经常会开启很多的 Safari 的浏览网页，与此同时还会打开非常多的软件，有的时候还需要经常通过 AirDrop 来传输文件，同时还喜欢在电脑上面开着音乐和 YouTube 视频，所以如果有更高的内存的话，自己的心理上面也会更加的心安理得一些的。虽然 8GB 的运行内存用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卡顿过，但是也是经常属于捉襟见肘的状态了。但是一接入外置显示器的话，内存占比就会急速的上升，自然也就会开始卡顿了。
因为我当时并没有想要把这台 MacBook Air 当做我的主力机去使用，可能就只是处理一些轻量办公的工作，并没有任何的问题。而苹果自己其实也是清楚的，之所以将 M1 芯片率先放在入门级的 MacBook Air 机型上面，其实也是确定了其入门机的定位。相信不久的将来 M1 芯片将会成为整个 M 系列芯片中可能性能是最低的了，而 MacBook Air 也会成为妥妥的入门机。说到这里，我也不得不感叹一下，苹果的入门级别的机器都已经这么能打了，那么未来的专业型机器的话，真正用来干活的那机器，那性能得该有多么恐怖啊！那么第5点，我希望可以升级 Studio 级别的麦克风和前置摄像头。虽然这 MacBook Air 未来会毫无疑问的成为入门级电脑，但是还是一点都不妨碍我对它的喜爱。我觉得在未来很长一段的时间中，我都会一直随身携带它来工作。而这时候，作为一个影音工作者，我多么希望苹果可以升级一下这台 MacBook Air 的麦克风呀，让未来的 MacBook Air 也能用上 Studio 级别的专业阵列麦克风。这样子，即使我在外面工作的时候，也不需要带一个麦克风了，真正做到了带着一台 MacBook 走天下的快乐。而与此同时，我也希望可以升级一下 MacBook 的前置摄像头。虽然说不需要用到笔记本电脑的摄像头来拍些什么，视频通话的时候，现在的 720P 的摄像头也都能过得去。但是这都2021年了，都用上的是苹果自家研发的芯片了，咱还配着这个老掉牙的摄像头，这想想都有点恐怕不合适吧？是吧，苹果？第6点，我还希望可以升级扬声器。既然麦克风和摄像头都升级了，那么顺便也把扬声器也升级一下吧。现在很多的手机厂商动不动就搞各种联名，苹果也可以将它的 MacBook 扬声器升级一下，尤其是 Air 版本的扬声器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的。在扬声器的音乐效果上，可以往更加饱满和动听的方向去改进。最后还有第7点，我非常希望苹果可以增大它的触控板的面积。我所能想到的升级就是让 MacBook 的触控板可以更大一些，尤其是 MacBook Air 的触控板，实际上是比 Pro 版本的小了一点的。而在我看来，如果能在下一次升级中将触控板的大小在 Pro 版本上的大小还要再大一些就好了，即使那个时候触控板可能已经变得有些长了一些，我觉得那都是可以接受了。这样子可以让自己的操控范围多很多，在处理工作任务的时候也会更加得心应手一些。因为我在使用这台 MacBook Air 的过程中，还是有遇到经常拖动窗口因为触控板不够大而经常掉线的情况。每次遇到这种情况都会让我小小的头疼一下，整个工作流体验就不是那么的顺畅了。而如果每次出门都要带一个大大的鼠标的话，那就会觉得是个麻烦。所以我还是希望之后版本的 MacBook 可以更加扩大一下它的触控板吧。好了，以上就是我全部对于下一代 MacBook 的升级和展望了。其实说实话，我在做这期视频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是否有必要，因为现在的 MacBook 对于我来说其实已经趋近于完美了，而我所希望的一些功能上的升级都是一些无足轻重的升级，都不是什么重大的升级，也都是一些可以被苹果直接忽略掉的升级。这种感觉还是自己的见识限制了自己的想象力吧。也许真的等到下一代 MacBook 出来之后，搭载着最新的芯片，又会有着很多之前压根儿就没想到过的功能，那个时候可以再来看看这个视频，也许又会有别样的感觉。但是还是很感谢你能看完这期视频，特别希望可以看到你在评论区里面的留言，说说你对于 MacBook 最期待的升级是什么。好了，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请帮我的视频按个赞，我们下期视频后再见吧。